乌军使用中国无人机袭击俄本土，其单价不足1万美元，要想办法限制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贤少。前两天我们刚刚说过，乌克兰使用国产的 UJ-22无人机开始对俄罗斯本土的纵深目标发起了自杀式袭击，这意味着乌克兰军工企业正在建立起国产无人机的生产线。由此，俄乌双方在远程攻击兵器方面会形成一种暂时的恐怖平衡。今天我们还有必要关注一下乌克兰军队使用经过改装的中国商用无人机袭击克里米亚的问题。这款单价不足1万美元的阿里巴巴货架产品正在被俄乌双方所使用。看来中国真的有必要进行限制了。据战区专栏网站报道，最近乌克兰袭击克里米亚所用的自杀式无人机的照片被曝光。萨基空军基地附近多次遭到这类无人机的打击，造成了严重破坏。俄罗斯国防部称，已经阻止了对克里米亚的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其中用防空武器系统击落了6架，并用电子战的方式使另外4架无人机失效。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这次防御作战是胜利了，但是对乌克兰来说，这同样也是一场胜利，因为消耗战的目的就是看谁能玩得起。而乌军使用的这种无人机被证实来自中国的货架产品，单价只有不足1万美元。只要对比一下照片，就可以看出来，这种自杀式无人机在外观上与中国阿里巴巴网上能够买到的厦门某公司的木金5型民用无人机完全一样，采用固定翼设计的木金5由碳纤维材料制成，其价格因型别和配置而有所不同，大致在5000到1万美元之间。具备混合式垂直起降能力的型别要贵一些。标准的木金5型，其售价不到9500美元，相当便宜。自从在乌克兰战场上被广泛使用以后，其价格越来越高。木金5无人机的翼展不足5米，机身长度为3.35米，最大有效载荷约为25公斤。该机能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飞行7个小时，其放飞的方式也相当简单，很容易掌握。要注意的是，在中国网站上卖的仅仅为商业机型，但由于其有效载荷较大，很容易被改装为军用型。而我们也根本无法限制这类商业无人机被乌克兰或俄罗斯购买和使用。中国的民营企业并不想当军火商，但是很难阻止使用者将其改装成一种远程攻击武器。乌克兰的技术人员是把他们武器化的幕后操作者，使商用无人机变成了简易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或各种慢速巡航导弹。当然，俄罗斯军队也在使用中国的民用无人机，但这种情况相对要少一些。比如去年6月，俄军就展出过一架木星4型无人机，当时主要是用于侦察活动。到今年2月，俄军的一架木星4被乌军击落后，发现这款无人机已经可以携带弹药。可见，在俄乌战场上，双方除了大量使用以大疆产品为主的多旋翼无人机以外，中国生产的商用固定翼无人机也成了重要角色。这些无人机的突防能力可能并不强，但是航程和留空时间足够大，更关键的是便宜、量足，经得起消耗。中国的无人机公司成百上千，其产品质量好、产量大、性价比高，已经占据了世界市场的70%到80%，被一些国家和武装组织买去改装为军品很难防止。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乌克兰军队缺少远程打击手段，因此把中国产的无人机改装为巡飞战的需求要远远大于俄军。仅在最近2周，就发生了多起此类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本土目标的情况。乌军还用这种无人机攻击俄军的燃料库、弹药库，甚至克里米亚发生的多起神秘大爆炸事件，可能也是他们造成的。乌克兰战场彰显了商用无人机的价值，也从侧面证明了中国无人机产业的强大。
但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严峻的问题：是否应该限制相关产品被俄乌两军用于战争？中国的大疆公司曾经发布过限制其产品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使用的声明，然而最后被证明此举徒劳无功，因为商用无人机完全可以在第三国采购，然后以捐助的方式进入作战国。对于乌克兰来说，可以有更多的渠道获得中国的民用无人机，而这些中国产的商用无人机，无论是用于战场侦察，还是变身为自杀式的巡飞弹，都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中国的相关企业虽然因此而获得了一定的收益，却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沉重的话题：商用无人机将在多大的程度上改变一场军事冲突的结局？从战场侦察、炮兵校射，再到变身为巡飞弹，一切看上去都顺理成章，潜力无限。作为全球民用无人机产业最强大的国家，我们当然应该尽量的避免这些消费级的无人机被一些国家当成武器使用。但是我们也需要认真观察由无人机所带来的全新的作战样式，因为在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两岸统一时，国产民用无人机真的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